女人既是一名特种兵，也是军医，今日借用医生的身份去解救人质，不想歹徒突然发疯，引爆了一枚炸弹，被人炸碎了还不算，老天爷又让他赶了个时髦，他穿越到了饥荒的年代。沈星宇穿来已经1个月了，这里地处两国边界，根据气候判断是偏北，连续3年的干旱使得庄稼颗粒无收，收成不好也并不是很多百姓生活困苦，而毗邻的蛮夷更是时常会来抢夺一番。一开始只有一些富户慢慢的撤离，到后来剩下的人越来越少，整个来香城只剩下那些不舍得家业的人了。沈星宇的家就是那剩下的，只不过是穷的赶不起路。沈星宇父母亲在前几年就没了，剩下沈星宇的奶奶沈张氏，还有一个弟弟沈东离，一个妹妹沈东宁，所以这举村迁移沈星宇一点意见都没有。更何况沈星宇还是1个月前才穿来的，对这里的土地并没有感情。沈星宇跟老太太赶到村口里，正清点了人数就出发。镇上的集市离水木村不远，再加上赶路走得急，众人只用了2炷香的时间就到了。老太太赶路赶得直喘气，沈星宇听着都害怕老太太累出毛病来。老太太从兜里掏出2块银子来，一共10两递给沈星宇。这是全部的家当了，你快去看看还有没有可以吃的粮食，各种豆子也行，再看看有没有可以取暖的东西。说完又从兜里掏出一个银簪子塞到沈星宇手里，必要的时候把这个抵押给他们，你力气大，快去。沈星宇也没说什么，接过东西扭身走了。沈星宇直奔粮食铺，没想到关门了。也对，粮食才是根本，这个时候家里就算有余粮，恐怕卖的人也不多。沈星宇没有耽搁，直奔杂货铺。其实杂货铺的老板是最憋屈的，谁要逃难了还会来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一个20几岁的小伙计见有人进来，忙迎过来，见沈星宇一个14、15岁的姑娘还有点惊诧，世道乱姑娘家已经很少有随便出门的了。沈星宇也不自己逛，直接问道：有大张的油纸吗？还有糖跟盐？小伙计点头道：有，油纸比从前便宜2文，糖跟盐要贵2倍。沈星宇看了小伙计一眼，你们掌柜的不着急走，竟然还涨价这么多。小伙计苦笑着道：月前掌柜的刚进来一批货，谁想到刘将军就传出信来，现在都知道要撤离，掌柜的身家都压上了，总要回些本才行。沈星宇知道糖跟盐不愁卖，可是别的东西卖不掉，比如大件的容器，这家掌柜的应该是想中和一下。沈星宇要了最大张的油布100张，这里的油布是2米乘2米的大小，结实又防潮，在沈星宇看来是最实用的一样东西。又要了50斤盐跟50斤糖，这些就花掉了5两银子。小伙计做主送了4个坛子，把盐跟糖各分了2份盛了起来。没想到沈星宇天生神力，直接让伙计把东西用麻绳捆绑好，背着油布拎着坛子走了。看得小伙计目瞪口呆，心想难怪一个姑娘敢出门。沈星宇也是穿来以后发现自己是天生神力的。走到了无人处，沈星宇把糖跟盐各留下10斤，其余的都放进了空间里，这些都是保命的东西，不能全部外露。油布也只留下20张左右，其余的放进了空间里。买完这些，沈星宇突然觉得除了粮食，自己竟然不知道买什么了。据沈星宇所知，家里的粮食已经少得可怜了，恐怕挖野菜掺和着吃，也只能吃2个月，到时候正好到了冬天，野菜没了，粮食断了，等待自己一家4口的怕是只有饿死了。沈星宇转了转头，突然发现一个高门大院，这大院显然是已经空了，不知道他们的粮食有没有都搬走。料想如果走得匆忙，应该会有带不走的。沈星宇左右看了看，没有人，紧接着翻了进去，没想到前世学的功夫在翻墙上先用上了。大户人家果然是大户人家，厨房里还有不少粮食，只大米就有近100斤，还有一袋白面，更不用说油跟各种豆类了。沈星宇搜刮干净以后，又摸到了库房，大户人家果然富有，别的不说，这棉衣棉被就剩下不少。沈星宇紧接着又顺了几个大户，才拎着东西赶到了村民聚集的地方。不少村民都已经回来了，但是都垂头丧气的，看来大家都一样，没有买到粮食。老太太迎过来见沈星宇也没有拿粮食，脸色发白。李正叹了口气说道：粮食大家早就开始准备，也不是第一天知道这世道的，都是命，回吧。沈星宇抿了抿嘴，径直走到李正跟前，声音低低的说了几句话。李正仰头看了看天，长叹一声：罢了，所有的罪我来担着，先回家，晚上再来。村民有些不知所以，不过都隐约听到了沈星宇那一句能活，心里不免升起一股希望。回到家，东篱跟沈东宁还在收拾东西，看着地上小山一样的东西，沈星宇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些大户有东西拿不走了。沈星宇指着地上的东西说道：咱们家我记得是1辆牛车都没有吧？这些东西恐怕3辆车都拉不完，你俩打算都背着？沈东篱拍拍胸脯说道：
大姐你放心，只要能包到一个大包袱里，我就能背动，我力气大着呢。沈星宇抚了抚额头，这些咸菜坛子只留一个，再把锅拿上，你们的随身衣物拿着，拿4床被褥，其余的东西都不用拿。沈东篱跟沈东宁双双急道：大姐，这样不行的。沈星宇伸手制止了俩人，我另有安排，东篱今天晚上跟我出去一下，东宁用油布缝几个大口袋，多缝几层，越结实越好。俩人听大姐的话听惯了，也知道确实拿不走那么多东西，都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老太太回来以后就回屋躺着了。沈星宇猜想应该是因为粮食，沈星宇也没进去安慰。沈星宇跟李正说的法子就是今天沈星宇做过的事，去顺那些走了的大户，而且是全村的壮汉都出动，仍然是一家出2个人，一共50、60个人，大家默契的都没有出声，仿佛知道是去干什么。幸好镇上跟村子之间并没有城墙，几十人快速的到了镇上，众人开了库房，又翻了这些人家的粮仓，有多有少，最后走了10几家，众人才每人都扛着个麻袋往回走。李正嘱咐道：今夜的事都烂在肚子里，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说出去，乱棍打死。乱事没有人管，不代表事情就是可行的，这次下不为例。沈星宇跟沈东篱扛着麻袋回到家，老太太跟沈东宁正坐在堂屋等着，见俩人进院忙迎出去，把院门关上了。老太太哆哆嗦嗦的打开一个麻袋看了看，才一屁股坐在凳子上。沈东宁也没敢说话，呆愣愣的看着沈星宇。沈星宇笑了笑说：有没有饭？我饿了。老太太恶狠狠地瞪了沈东岳一眼，喝道：就知道吃。沈星宇自然知道老太太是心疼自己了，今天这是说白了是自己给李正出的主意，成了众人心里自然是感激的。可万一东窗事发了，怕是第一个要被推出去。沈星宇并不怕的，先不说李正预计的要往南走几百里的地方，就说半路上谁能活到那里，还真不一定。再说了，沈星宇现在空间里少说也有几千斤粮食，女人只是搬个家，就引来了30年不见的亲戚。这里可是张老太太家，我家主人是张老太太的亲戚，你们迎接一下吧。沈东篱一愣说道：张老太太，你是说我奶奶？沈星宇扶着老太太走到门口，一见这架势，好家伙，门口停了6、7辆马车，每辆车旁边还都有几个丫鬟小厮模样的跟班。在村子里平时连辆牛车都看不见，这镇上都不一定有几辆马车，这老太太竟然有这么有钱的亲戚，以前都没听说。姐姐，这些年过得可还好？你可让我好想啊。老太太面无表情看着一窝蜂拥过来的人。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各自过活，互不打扰。倒是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？这话直白打脸，说了对面老太太张玉萍笑意将到了脸上。旁边那个美妇人王芷溪见状忙笑着接话道：姨母好，您不知道这些年母亲只要想到您就暗暗垂泪，说是当年跟您有些误会，可毕竟是亲姐妹，哪有什么隔夜仇。如今岁数越大，越发的想念过去的姐妹，如今总算是见面了，母亲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偷着抹泪了。别装模作样的，看不惯。王芷溪脸皮发红，败下阵来，想要发火，又生生忍下。看样子你们是来投奔的，只不过我这小家小户的放不下你们这大佛，各位请回吧。接二连三的话语对的张玉萍脸色发青。倒是沈星宇有些惊讶，在他看来，自家老太太向来刀子嘴豆腐心，又一向抱着与人为善的想法，从来不跟人红脸。后面几个男女见状纷纷上前，一个个的跟老太太见礼。老太太脸上的怒色肉眼可见的僵住了，只不过这门口几十号人该怎么处理，还是得拿出来个章程。沈星宇大喝一声：都闭嘴！你们现在过来，无非是收到消息了，想来寻求个庇护，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。我们确实是收到消息说你们村子明天启程，今日过来也确实存着寻求庇护的想法。不过我们李家人多又找了4个护院，再加上小厮，成年男子足有16个。你们跟我们一起走，并不会吃亏。沈星宇哼笑一声，既然有求于人，就早该分析了自己的利弊。你们虽然有10几个成年男子，可这老弱妇孺也不少。你们的东西多是优势，可也是劣势。就说你们这马车真到了山路的地方，马车过不去，需要背负行囊上路。你们这一大家子哪个能背，哪个能走？中年男子显然没想到沈星宇年纪轻轻的眼光独到，竟然一眼能看到问题所在，顿时脸色沉了下来。沈星宇也没管那人脸色，山路蜿蜒曲折，如果真到了舍弃马车的时候，你这一大家子小脚，你请的那些护院跟小厮哪个能背得了？到时候怕是都得赖在我们一家人身上吧。老太太一听沈星宇的猜测，脸色立马难看起来。自家几个孩子天生神力，人命关天的时候，不可能为了一点行李把人扔下，到时候恐怕就是被人驱使的下场了。中年男子苦笑着摇摇头，
家中尚有几个婆子，再加上我们兄弟2个，到时候你说的老弱妇孺，我们自己能照顾得过来。既然你们能管顾得了自家人，那何必来找我们？远远跟在村民后面就行了。这样上门求人不嫌骚得慌。几次三番难听的话语，让对面人的脸色都难看起来。爹，这人好生无礼，我们都这般放低姿态了，他们仍然冥顽不灵，咱们何必这样？不如就自己走行了。中年男子转头斥道：“你懂什么？退后！”说完，转头看向老太太，拱了拱手：“姨母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如今这世道，若姨母不管我们这一家子，恐怕我们真的就熬不到安宁之地了。”沈星宇最讨厌别人逼着自己当圣母，但是也没有吭声。这种时候还是要看老太太的态度。老太太眼一白：“既然能管顾得过来，那就自己安顿好了。看见你们就心情不好，离我家远点。”老太太脸色不好，不过到底也没有很强硬的再说关门，眼睛还看向了沈星宇。沈星宇摸了摸鼻子，带着你的诚意跟我去见李正。沈星宇让沈东篱安排一下，自己则带着中年男子李瑞万一起去李正家里。李正手里拿着一张纸正划算着什么，见了沈星宇身后的李瑞万，顿时了然。李正叔，这是我的表叔，今日来寻求庇护，想要跟我们一起上路。有劳李正帮忙救命啊！李正沉思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历来村里人只跟自己村里一起抱团，你们家想要混进来，难。”李瑞万点头：“这个自然，不求别的，只希望村子里能够允许我们跟着一起上路，至于其他的，我们自己承担。”俩人又说了些具体情况，沈星宇则早早地出了房间，跟沈世明说着路线的问题。本来大家都同意往南走，南面地处富庶，村民能过去的话，也能顺利地找到的活计。可是现在往南走有3条路，一条是官路，条条大路直通南面；一条是走一半水路，一半陆路；第3条路则全部都是陆路。这条陆路非常难走，山路崎岖不平，而且需要绕一个山群，路途是官路的2倍不止。在山中危险无处不在，猛兽也是有的。第1条官路需要官引，像这种全村迁徒的，官府不会允许，就算真正乱起来了，官府自顾不暇。第3条路虽然不好走，至少不是人为的艰难，料想在入冬之前，村民也能找到一个可以暂时落脚的地方。俩人说了些路上应该注意的问题。沈星宇看着李瑞万有些得意的表情，心里都有些好笑。李瑞万心道：凭你一个黄毛丫头，到时候还不是任我支配？如今不就乖乖跟李正介绍了我们一家？沈星宇也没客气，我们2家如今已经没有多少情分，今日你们厚着脸皮来，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。现在李正已经同意你们一起走，那我们对你们也算是价值用完了。那今后就各走各的路，互不干扰吧。李瑞万被沈星宇说的恼怒万分，却也不想这个时候撕破脸皮，于是强忍怒气说道：星宇，我既是你的表叔，就不能任着你们受难啊！东篱还小，家里没有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怎么行？少不得我要替你们打点一下。你的好意未免来的不是时候，如今就别装了，我们一家都是直肠子，说话不算好听，只希望你要记住，咱们一个姓沈，一个姓李，本就不是一家人。东西都已经收拾完，现在就差锅没有拿下来，只要明天早饭吃完，把锅拿上就可以直接走了。晚饭就是一盘子野菜，再加上泡好的炒面，又拿了几个饼，几人很快就吃完了。沈星宇才把那口大一点的锅从灶台上拿下来，门外就传来敲门声。姑娘有没有宽裕的锅？主家出门急，只带了1口锅，实在是不够用，能不能借1口？沈东宁都气笑了，大声扯着嗓子嚷道：锅都能忘，人怎么没忘了？没有，以后别有什么事都来打扰，咱不认识你们这样的人。说罢就把门关上了，转身回屋了。可是没多久又有人来敲门，沈星宇都可以预见以后会有多麻烦。表妹，能不能换口锅给我们？我们实在是倒不过来了，这样耽误时间会拖累行程的。沈星宇嗤笑一声说道：不会拖累的，因为到时候你们赶不上来，村里也不会等你们。大姐，你看小溪边是不是水芹菜？沈星宇根本不认识什么水芹菜，白了沈东篱一眼。老太太却一个箭步窜了过去，采起一把野菜，嗷一声叫道：东篱，去叫村民。村民也没客到，都急急忙忙地采摘起来，几十号人每人都抱着一大把。沈星宇惊讶地看着一大片水芹菜，在不到1炷香的时间被摘光了。沈星宇心说，如果能做芹菜饺子就好了。一路上遇到村民都友好的点头。这个野菜虽然他们抱回去的时候肯定会发现，但是看东篱跑回去气喘吁吁的也知道，人家是主动告知，在这兵荒马乱又粮食紧缺的年月，粮食就是命。水芹菜的口感很不错，没有奇怪的味道，而且这菜比较嫩，不像别的野菜那样刺人嗓子。老太太打发沈东篱去捡柴，又让沈星宇把简易的锅灶搭了起来。
然后就用面粉把摘好的芹菜揉捏成团。李正没有催促大家赶路，平日在家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好好的吃饱饭，这第一天上路就能得到意外的粮食，这是希望是活路。沈星宇注意到李家并没有做芹菜团，料想是没有去摘人家正在做肉吃，大块的肉煮的已经出油香味了。对于好久没有吃这肉的村民来说，这个诱惑太强了。沈星宇吸了吸鼻子，想到了早上李正发的那2斤肉。奶，咱不是也有2斤肉，炖了吧？老太太一脸惊悚地看向沈星宇，大声喝道：“我都给腌制起来了，等到入林子里再吃。现在吃也不怕饿绿了眼的人把你抢了。”老太太分明是提醒李家凡事不要太显眼。李瑞万则脸色不好地看向自己的家人，这才走了半天，一个个就娇气的不行。早饭午饭没有好好吃，好不容易休息一下，就赶紧让炖肉吃。自己亲人就有15个人，再加上请的4个护院，不能亏待了。这些都吃肉，怕是要煮2锅。正想着，那4个护院过来李瑞万跟前：“东家，这是道难为，我们的也是为了活路。现在这情形，你们跟着村民走，又有亲戚暗中帮衬，想必定能安然无恙。我们现在就跟您辞行了，对不住了。”李瑞万踉跄了一下，忙道：“诸位可是因为饭食，这个我马上安排，你们放心。马上能吃上正常的饭菜。到了地方，我再给诸位每人加10两银子。”领头的护院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咱们没有收您的定金，现在主动毁约确实有失仁义。日后东家到了地方安顿下来，只管去威远镖局打听一下，我们兄弟欠你的一定偿还。”等到了天都大黑了，筋疲力尽的众人才到了林子边上的村子里，比预计的时辰晚了1个半时辰。临分开前，李正把大家集中在一起：“昨天咱们第1天上路，我也没有催促大家，可是你们要知道，后面追过来的是蛮子，不能因为你们没有准备好，他们就不来了。明日开始入林子，马车跟牛车是过不去的，手推车可以，会有人在前面开路，大家都准备一下，把东西收拾一下，东西可以放在牲口上，明日早早出发，不能耽误时辰。”李家众人只觉得晴天霹雳当头而下，还以为他们村子入林子是知道什么捷径。沈星宇他们4口进了一间屋子里，先用在路上采的艾草多熏了一下屋子。现在正是蚊子多的时候，如果晚上不熏一下，第2天早上人都得肿一圈。一夜睡得很沉，毕竟是劳累了一天。第2天仍然是老太太最先醒了，烧了一大锅热水，然后放凉灌进水囊里。村里的人集合很快，见人都齐了，大家就浩浩荡荡地往山上走去。前面一排2个人开路，手里都拿着镰刀，凡是能碰到腿的全部都割掉。女人只是去爬山，10几只虫子就爬上了大腿。李正在前面开路，凡是能碰到腿的全部都割掉。只是村民走的并不是很顺畅，林子里蚊虫特别多。虽然老猎户已经告诉大家一些防蚊虫的办法，可是才进去没一会，各种声音哀嚎起来。更甚者，李家几个女人被虫蚁顺着裤腿钻进去，咬了腿的。李正也顶着几个包，郁闷着，难得选择山路，根本行不通嘛。张玉萍被咬得受不了了，拿了一块布套到了头上，嚷嚷着要大儿子背着自己。娘啊，咱们的马已经没人牵了，哪还能背着你啊？您再坚持坚持，午时休息生起火来，蚊虫就没有那么多了。张玉萍才不管，你现在是嫌弃我拖你后腿了吗？还等到午时，怕是到时候我就被蚊子吃了。再说了，这林子里面就算到了午时能生火吗？你糊弄你老娘呢？李瑞万忙哄着，虽然闹着，可是该走路还是要走路。老太太有点心虚的拽了沈星宇的衣角。沈星宇瞪了一眼老太太：“奶，要我说方子吗？你爷留下的，告诉村民也没啥，这可是积了大德的事。这方法哪是爷爷留下来的，其实是沈星宇穿越之前在书上看到的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才谎称是爷爷留下来的。”沈星宇走到了李正身边，李正脸色也不好看。林子里是不能点火的，可是万一蚊虫太多被咬的中毒怎么办？看见沈星宇过来有些诧异，现在村民手里大部分的粮食都是沈星宇出的法子才得到的，所以李正对他的印象很好。星宇过来是什么事啊？李正叔，我爷爷当初读过几本书，他祖上给他淘了不少书，里面有记载的方子，可以很好的防蚊虫。真的吗？你爷不是不识字吗？难不成还会医术？我爷不会医术，只是在书里有几个方子，而且他也不爱看，是我无意中翻出来的。那你会看方子吗？我不会，就是画了几张图片，你看我家几口都没被咬。李正仔细一看，可不是，一个包看不见。太好了，星宇啊，你可愿意把方子给大家用？不用说出来，你做出来分给大家，以后你靠这个方子也能发财啊。李正叔，
方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能帮村子做点好事，我愿意。等李正把村里的大夫沈一安叫过来以后，李正特意嘱咐他不能把方子说出去。沈一安还是聪明的，让村民采集不同的草药。沈星宇在里面看见了几样不属于方子里面的药，沈星宇也要了些，毕竟晚上就不用自己做。沈星宇突然注意到李正旁边的那些劲装男子，他们实在是低调，尽量减轻自己的存在感。许是盯的时间有点久，那个玉面男子有感应一样，抬起头看了看沈星宇。沈星宇挑了挑眉头，好一个俊逸男子，只希望漂亮的人不全是麻烦。这头李家的张玉萍也抹了药，蚊子闻到气味已经不围在人周边转了，让人好受了很多。张玉萍像是缓过劲来了。有些人就是黑心烂心肠，有药也不拿出来，生生看着大家遭罪。这个时候是想显示自己对大家有恩情吗？沈星宇就在李家前面，自然是听到了话语，朝着张玉萍笑道：“你可以不用领我的情，晚上就别来领了。”张玉萍顿时脸红脖子粗，可是生生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李瑞万一抚额头，有些怒意，可是又不能朝着自家老娘发。李瑞万朝着沈星宇讨好的笑着道：“星宇，我这还有点肉，也没有盐腌制，你拿去吃了吧。”沈星宇看着递到眼前的肉，哼笑一声：“给李正送去吧。”李正的态度则完全不一样，微点点头。李东家客气了。李正转头又当着李瑞万的面，主动给沈星宇先送来了2斤肉。沈星宇把肉给了自家老太太，心满意足的想着，今晚上应该能吃肉了吧。老太太被看得又好笑又好气，解释道：“今天先腌制上，明天吃，要不昨天做的芹菜团就坏了。”不一会，老猎户领着大家走到了一块大片的平地上时，李正传话让全部人都休息一下，1个时辰以后出发。现在仍然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，这块空地没有树荫的遮挡，所以生火能安全点。已经有人开始生火烧水了。沈星宇拿了2个芹菜团，跟老太太说了一句：“奶，我去周边转转，你跟东篱他们待在一起，别乱走，1个时辰肯定回来。”沈东篱一听，咬着芹菜团蹦了起来：“姐，我也去。”如今空地上留下的人已经都是些老人、妇人跟孩子了。林子里危险多，常有野兽出没，离了大片人群，野兽说不定就从别的地方跳出来。沈东篱拿着一把锄头跟在沈星宇的旁边：“大姐，这个方向是咱们要去的方向，没有村子人过一遍，怕是经不走野兽，会有危险的。”沈星宇现在满脑子都是肉，来了1个月没有尝肉滋味，举手止住了沈东篱的唠叨。行进了能有大约2炷香的时辰，沈星宇突然停下，前面有个大家伙，你慢点走，跟在后面，不要莽撞，不要捣乱。沈星宇才快速地朝着有声音的方向窜了过去。到了近处，沈星宇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大野猪，显然这是猪妈妈带着出来觅食了。可能是沈星宇独身一人的震慑力不够，野猪嚎叫了一声，就冲沈星宇撞了过来。这要是被撞一下，成年老虎都受不了。只见沈星宇身姿轻盈地从落脚点跳到了旁边的一块石头上。大姐，你好厉害啊！转眼间就看见沈星宇奔向一只小野猪，才把手中的武器对准野猪。突然旁边一声咻的声音传来，沈星宇朝着沈东篱大喝一声：“东篱趴下！”随即就朝旁边脚步一错，闪出几米远。沈星宇才稳住身体，还没看清楚。杨子清，休得无礼！沈星宇抬头一看，竟然是那玉面男子，顿时心下觉得不好。这些人身上竟然有弓箭，自己姐弟俩如今发现了，会不会被灭口？舍弟不懂事，惊扰到姑娘，在下给姑娘道歉了。大哥，你紧张什么？我知道射不到他才放箭的。再说，你知道我的剑法很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想必是已经惊扰到姑娘了，在下愿意补偿1二。沈星宇不知道这人到底是什么目的。既然是误会，那说清楚就好，补偿就算了。各位，我姐弟2人出来时辰已久，这就告辞了。东篱，你去把野猪背上。大公子，这位姑娘恐怕不简单。海叔，不是所有的不简单就一定是坏的。这位姑娘似乎一点隐藏的意思都没有。确定后面没有人跟着，才放松下来。难不成真的是来抢小野猪的？可惜了那4头小野猪了。大姐，刚刚那些人的事要不要告诉李正？李正应该是知道的。东篱，你要记住，对于很多事不参与、不外传，这才是保命的秘诀。沈东篱背着一头比他体积还大的野猪，跟在沈星宇旁边。沈星宇手里还拎着一只野鸡。回来的路上，运气很好的碰到了一只野鸡。哪儿受伤了吗？手被划伤了吗？奶，你就这么对我，只关心姐姐？老太太不理2人的耍宝，从人群中招呼了一个壮汉帮忙收拾野猪。这个人沈星宇认识，是个屠户，杀了几10年的猪了，是村子里少有的不能惹的人家。不过这再厉害的屠户也不能自己打死200-300斤的野猪。婶子，这猪你想咋处理？给我割条后腿，剩下的今天晚上让大家都沾沾荤腥。村民一听都有份子，高兴的说了感谢的话。星宇啊，
这头野猪你是怎么打到的？运气好碰到了一头傻猪，自己撞石头上撞晕了。我一看，这得抓紧机会啊，拿着铁棍就给对上去了。我力气大，那野猪就这么成了咱们的口粮了。等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众人反倒比预计的时辰还早的到了想要驻扎的地方。老太太先让沈东离去捡柴禾，然后把锅用石头架上，做了个简易的锅灶。老太太把割下来的10斤肉切成了四四方方，野猪肉比较柴肉质硬，所以要煮很久的时间。村民也都在搭建自己晚上睡觉的地方，有打算在地上铺些树枝跟茅草就行了的沈大夫，那些草药只防蚊虫，不能防蛇，还是要注意点。我知道了，过会发草药的时候我会嘱咐一下。沈大夫，这入秋了还露天睡觉，万一生病了能继续赶路吗？这些人已经皮实惯了，他们冬天没有被褥，也只盖一床很薄的被子，现在就得开始慢慢动，习惯了就好了。沈星宇有记忆，当然知道有的人家是这样，可是那时候最起码有4面墙壁遮挡，现在天围背的，万一湿气太重，以后要遭罪的。你还懂这个呀？略懂皮毛，是那本医书上面记载的，只记载了个大概，所以我懂得也不多。你可会拔除人体的湿气？有一个药方，不过草药难寻。您家里可是有这种病症的人？村子里大部分人身体都有寒湿气，而且症状都不轻。沈星宇一拍额头，可不是，自家那个老太太有时腿脚不好，动不动就骨节疼。正好现在入林子走山路的，看见合适的草药就采些，说不定入冬的时候能集齐草药，这样人也能轻松一点。野猪肉足足炖了1个时辰，老太太才说可以吃了。这里面还放了点干菜啊，我记得咱家没有吧？村民送来的，还有点别的小菜，乃给收起来了。沈东离光肉就吃了2碗，个个撑的走路都直不起腰。这是村民第一次在野外过夜，不提远处林子里不时传来的狼嚎声，就说周围昏暗的环境就让人害怕。一声尖叫突然叫起来，周围的人立马紧张的吵吵嚷嚷。发生什么了？东离，你留在这里保护好自家人。没了，蛇已经被我赶跑了，不会来了。原来这沈四柱一家就是睡露天地方的，一家人只在地上铺了一层油布，一条蛇爬到了菜花身边。没有那小姐命，偏偏作妖的很。那蛇有什么怕的？农户人家谁没在田地里见条蛇的？就你还想学那小姐做派，有那个命吗？娘，您在帐篷里面住得好好的，您好歹把孩子带进去。小叔跟小姑都那么大了，还不是能跟着您一起住帐篷？二妞跟石头才多大点，您这么不怕蛇，您把刚刚那蛇抓回来给咱家人加餐吧。反了天了，个破落户家的赔钱货也能欺负到老娘头上，信不信我让我儿子休了你？明天还得赶路，不想睡的就别睡，村子是不会为了一个人停下的，爱跟不跟。沈星宇突然来了说话的兴致。东离，你说这是错的只有那赵秀草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还能怨谁？难道要顶撞长辈不成？孝顺不是愚孝，那菜花对公婆孝顺，对子女慈爱，可是赵秀草动不动就把休妻挂在嘴边，还又打又骂的。沈四柱不反驳不帮忙，任着亲娘糟践自己媳妇。在我看来，沈四柱的不作为才是菜花最大的悲哀。东离，你觉得人人都不敬自己的至亲，别人对你又能多尊敬？尊敬首先要从自己人开始。不远处的帐篷里面，杨子玉正大光明的偷听着。没想到这乡野也有这样的奇女子。沈星宇起来以后才想起来，自己中午是可以喝鸡汤的，没有什么调料，只能清水炖，里面加了点盐。没一会功夫，香味传出来了，引得不少人偷偷朝这面看。我不管，我也要喝鸡汤。我不管，我也要喝鸡汤。老嫂子，你看孩子馋得受不了了，这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能不能给碗鸡汤让孩子解解馋？老太太心里憋屈得很，这野鸡是自家大孙女打的，自家孩子还没吃着呢，而且这村里也不是只有自己家在煮野鸡。王奶奶，这野鸡收拾完了就2斤大小，肉没多少，本来就是图了那点汤。你看我家这老的老，小的小的，实在是应该好好补补了，所以这野鸡不能给你了。我看时间还来得及，要不你回去把昨天那野猪肉煮点。星宇啊，咱们这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不过是多加1碗水的事，不要那么小气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在跟你奶奶说话，怎么就轮到你插话了？这是你这个丫头片子能做得了主的吗？弟妹，我家已经煮完了，怕是匀不出来了，你赶快回去煮肉吧，野猪肉柴，要不炖不熟。还有啊，我这岁数大了，我家都是星宇这孩子做主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老太太懒得看王翠花，
看看鸡汤也差不多了，就招呼不远处的东篱跟星宇过来吃饭。王翠花拿着碗去到跟前，张着碗等着老太太舀汤。老太太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干什么？说了没有？怎么脸皮这么厚？才出发2天，家里是没吃的还是没喝的了？这就成要饭的了。老嫂子，就一碗，让孩子沾沾嘴就行。那孩子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他张奶奶肯定不舍得他饿着。你家人这么和善，连那么大的猪肉都能分出来，还差这一碗汤吗？沈星宇简直叹为观止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能屈能伸的脸皮还这么厚。老太太不惯他这毛病，拿着勺子盛一碗就递给沈星宇，又盛一碗递给过来的沈东篱。没想到王翠花一把抢过老太太手里的勺子，老太太怒了：老嫂子，你别生气，就是孩子馋得一直闹，要不我也不能这样。就一碗鸡汤，我想着你这么大方的，又给大家野猪肉，又带大家采野菜的，不会心疼这一碗水的。没想到，我是真没想到。村民看见有了热闹，也都渐渐围拢过来。奶奶，鸡汤做好了吗？你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喝了吗？老嫂子，你不给就算了，别让孩子饿着吧。闭嘴！王翠花还是有点害怕沈星宇的，主要是沈星宇独自能打野猪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了。大家都是同村人，断没有我家吃肉，让大家看着的理，所以那野猪肉分了也就分了。只不过今天我要把话说清楚，我沈星宇不是冤大头，我这便宜不是想占就能占的，我家的东西也不是理所应当属于村里公家的。想喝鸡汤可以拿我想要的东西来换，想来白占没门，想来白占便宜，不掂量一下你的老骨头有几斤几两。人群中的杨子玉暗暗心惊，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小农女，身上怎么有这么大的煞气？这王翠花才消停下来，不远处的老太太的便宜妹妹张玉萍就蹦跶起来了。星宇呀，不过一碗鸡汤，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，可不行这么小气。当女子的要贤良淑德，要不然以后嫁不出去的。你听姨奶奶的，去给盛一碗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家几时有你说话的份了？沈星宇，我再怎么说也是长辈，你这个晚辈如此说话，不怕遭雷劈了？遭雷劈的应该是你这种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人。我这也是为了他好，你怎么还是这样不知道好歹？老太太瞪了张玉萍一眼，没有再跟她纠缠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我是不是明明白白的跟你说过，这鸡汤我自己家喝了都不够，你端着碗过来明抢，明里暗里的说话挤兑我，更是要赶鸭子上架的，还给扣那么一个大帽子，是想让大家伙一起来逼我们家不成？我倒是要问问你，我家该你的还是欠你的？凭什么白给你东西？凭什么？沈星宇看老太太气得直喘粗气，让沈东宁安抚一下老太太。今日星宇就托大说一下立场，我沈家自祖上就在那水木村，更是跟各位是一个老祖宗，我们这个沈家不是外人，也断没有跟诸位二心的道理。不过有那些以为我们是孤儿寡母的没有依靠，想要过来欺负一二的人，要先想想能不能迈过我们三姐弟的坎，再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过来惹人烦的，别怪我下次不客气。说完，沈星宇拿起来自己那根铁棍，朝着旁边的石头刺了过去。只见那块100斤重的石头瞬间被刺入。沈星宇微微一笑，冲着不远处的李正朗声说道：李正叔，是不是给村里贡献的越大，给予的帮助越多，就越是被欺负？这一番行为可是实打实的忘恩负义了。今天这不过是个小小的野鸡汤，我一家4口就要被瓜分干净了。来日到了山穷水尽了，或者别的村子难民相遇了，咱们岂不是要先内讧完了，再跟他们挣活路？李正朝前迈进一步。你既然是想要忘恩负义的欺辱人，那今日咱们沈家就没有你们家的容身之地。李正，我知道错了，不喝了，真不喝了。我这就给老嫂子道歉。老太太这辈子不曾跟人闹过别扭，更没有被除了自己子孙以外的人跪过。这王翠花一跪，有些想扶她起来，又不想轻易原谅她。王奶奶，这是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若不是你一直逼迫，今天也不会这么僵持。我家无愧于心，不畏于行。今日这是我做主，就这么算了。只不过您给我上了一堂课，让我知道什么叫生米恩，斗米仇。原来帮助人也是要有度的。沈东宁看见这闹哄的场面，撇了撇嘴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可是为了这事咄咄逼人，把他一家逐出族谱不可能，显得咱们气量太小了。奶奶跟大姐都唱黑脸了，我得唱个白脸，这事不能弄太大了。等几人喝完鸡汤，众人也差不多要上路了，才收拾好行李，就看见李瑞万愁眉苦脸的过来了。刚刚沈星宇用铁棍刺碎巨石的震撼还在，看着不起眼的姑娘，竟然能轻松做到。姨母，母亲岁数大了，
昨日走了一天的路，今天就累倒了。我今日头上已经背着走了半天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您看看能不能帮个忙？姨母，您看看能不能帮个忙？他走不动吗？我看不是吧？刚刚骂星宇那精神头可是足得很。再说了，你来找我有什么用？我比他岁数还大，又没有2个儿子傍身，难不成你要让我背着他，哪来的脸？这不是外甥女有那手推车，她力气大，能推动。我想着可不可以让我母亲也能歇歇脚。好一个如意算盘，我自己的亲孙女，我都不舍得她累着，你娘哪来的脸？儿子孙子一大堆，让我孙女推着走，做你的大梦去吧，天天的想得真美。我看东篱的力气好像也挺大的。东篱这么小的岁数，你也好意思说出来？你家天天吃的油光水滑的，连个路都不会走了，你怎么不让你儿子推那老太婆？对，就那个半大的，跟东篱差不多的岁数，让他来推。姨母，除了母亲，我那人也走不动了。他幼时就裹了脚，不能走路时间太长。昨日一天，那脚就已经流血，今天更是肿得不能走路了。求求姨母帮忙。老太太已经无语了，一个个的听不懂拒绝的话吗？自己表达的不清楚还是怎么的？明明说了不行，还是死皮赖脸的凑过来。你是死人不成？脚磨破了你就背着，没人牵马就把马杀了吃肉，实在不成就把马背上那些布匹给村里人，打算留着在林子里穿绸缎，还是在路上被人抢？李瑞万其实也有把布匹给村民的打算，那些绸缎实在是不能在路上用。姨母，那能不能让我媳妇来车上做会？要不然我家真的会被落下了。把那2个婆子身上的东西放到马匹上，马匹上的布匹分出去，这样2个婆子跟你可以轮流背着你家的那2个不能走路的。李瑞万一看这个方法确实可行，至少比自己一个人背2个要好很多。沈星宇对于接二连三的麻烦事已经烦得透透的，甚至想着自己要是护着其他3人能不能顺利走到南边。下午行路很顺利，他还顺手打只兔子。晚上可以驻扎的时候，沈星宇跑到附近的小溪边，把兔子皮给剥了下来。老太太也看出来了，这肉说不定留着会流出灾，趁着大家余粮都够，吃肉也不那么显眼，都吃了吧。其实并不是只有沈星宇能打着猎物，像村里的猎户虽然打野猪那样的大猎物不容易，但是像野鸡野兔这样的猎物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像杨子玉那里就更不用说了，除了想吃点青菜的时候，他们才会跟村民换点野菜。沈星宇就没见过他们那一伙人缺过肉吃，只不过这几天沈星宇一家4口太显眼了，让大家产生了沈星宇一家特别厉害的错觉，忽略了别人家的特殊。等把帐篷弄好了，沈星宇就拉着沈东宁跟老太太一起去找地方洗漱去了。大姐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那陌生人的弟弟溺水了，你快跟我去看看。沈星宇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杨子玉一伙人，2人快速的往那个溺水的大水潭边跑去。沈丫已经诊断过了，自古以来溺水症就治不了。溺水多久了？时间不久，才半盏茶的功夫。不过小公子已经没有了气息。姑娘，我家小少爷出事了，请退后。让我看看，说不定能救。海叔，请沈姑娘过来。沈星宇扣了扣杨子清嘴里的污秽物，然后开始做心肺复苏。你过来帮忙。教了杨子玉做人工呼吸，在杨子玉震惊错愕的目光中，继续做着心肺复苏。你再不做，你弟弟就没了。杨子玉难以置信这样能救醒杨子清，可是死马当活马医，但凡有一点希望，杨子玉都会尝试一下。杨子清溺水时间不久，沈东篱叫沈星宇又很及时，在急救了半炷香的时间后，杨子清终于吐出了潭水，有了气息。多谢姑娘大恩，今后但凡姑娘有任何差遣，我杨家必定义不容辞。杨公子不用多虑，若日后有需要你的地方，我不会客气。第2天照常上路，沈星宇明显的感觉到杨子玉一伙人对自己一家的关注。本来他们是跟李正在一前一后的，现在跑到了沈星宇他们前面，有几个单独拿着工具继续拓宽道路。沈星宇推车推得更轻松了些。到了晚上，李正提前让猎户找好地方，在林子的边缘驻扎了下来。沈星宇照旧支起帐篷，然后开始周边转悠。沈一安则是对沈星宇的医术念念不忘。沈大夫，这溺水的法子我保证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绝对不藏私。你放心，明天就明天，咱们2个白天一起研究一下这个法子。只是现在大晚上的，咱们孤男寡女在林子里面，说出去也影响不太好。沈星宇带着沈东篱走走停停的，因为才从林子里出来，400多个人已经惊扰了动物原来的洞穴跟平时活动的范围，所以沈星宇跟沈东篱是往旁边的路线走的。俩人的收获很少，毕竟动物很少晚上出来觅食，而且俩人在林子里碰到了猎户老壮叔，他已经拎着2只兔子跟1只野鸡出来了。没啥好东西，给你们打打牙祭。沈东篱看了沈星宇一眼，沈星宇点点头，这才接过野兔。
好小子，跟着你姐姐，以后是个有出息的。第二天上路的时候，村民明显的紧张起来。已经离家近4天的路程了，到了别人的地盘上。上一个林子因为有老猎户带路，所以一路上走得很顺畅。但是如果真的入了那种老林子，这些牲畜可以说是想也不要想能够留下了。最让沈星宇惊讶的就是李瑞万了，从一个富家老爷一下子跨度这么大，竟然坚持住了。现在咱们有3条路，一条是跟着那些难民拐到官路上，官路好走，路顺畅。这第2条路就是咱们原本打算的，进老林子里。这老林子咱们都不熟悉，只能走到哪算到哪。这第3条路是在2个林子中间，路途远，最终也能拐到咱们要去的南面。路面原来还算平顺，很久以前是条官路，后来废弃了。现在路况具体怎么样谁也不知道，只是听说这第3条路有土匪拦路。现在咱们都商量一下走哪条路。李正叔，咱们在林子里走挺好的，没有别人干扰，而且那蛮子万一打过来，不可能为了咱们这点人特意钻进老林子里，就算进来了，他们也不一定能找到啊。李正点了点头道，还有没有别的想法的？我觉得在林子里走不好，咱们不迷路还好，万一迷路了，在冬天之前走不出来，到时候随便下长雪，咱们就栽里面了。老林子野物多，遇上狼群跟老虎啥的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咱们原来不就定下来要走老林子了？怎么现在说变就变了？老壮会辨别方向，到时候顺着一个方向走，怎么会走不出来？老壮眉头皱得紧紧的。方向我会辨别，不过谁知道下一脚是不是走在坑里头，里面的野兽遇到咱们还会不会提前下走？你敢保证？再说了，路上只能走开1、2个人的时候，那狼叼走1个人，你都来不及救。娃要是晚上哭起来，再把熊瞎子招来，你能上去救的了吗？你是村里唯一的猎户，当初你信誓旦旦的做主说能走出来。李正咳嗽了一声，喝道：“都闭嘴！谁也不能保证别人的安全，全要靠自己。当初我召集大家一起走，是为了路上有照应，而且人数多，别的人想拦路会悠着点。现在谁要是有别的意见，可以随时离开。不过留下的人得知道，咱们互相照应是一回事，但是不能保证别人的安全，这是另一回事。凭什么要保证？是你爹还是你娘？再说这样的话就自己走，没人管你。”李正转向沈星宇跟他后面的杨子玉等人，都来说说，咱们要走哪条路？沈星宇已经考虑了一会了。您老知道不知道土匪大约有多少人？李正摇了摇头说道：“过路的村民说过，那是10几年前了，土匪就已经有100、10号人，经过这么多年了，不知道上面什么情况了。咱们村里壮汉就有上百个，再加上杨家李家的人，可以试一试。”杨子玉也点头道：“我跟沈姑娘想法一样。”村民闹闹哄哄地说着意见，最后李正干脆说：“一家一个代表举手表决。”一共15户人家，举手的有7户，剩下8户觉得走第3条路好，其实可以说不相上下了。最后李正拍板选择了第3条路，并且明明白白地说了，不同意的可以选择别的路要走就趁早。既然大家是同意走这第3条路的，那以后不管有什么都不要埋怨别人，有别的想法可以，咱们立马分开。如果选了这边，万一有一天出事，就别说是别人的错，因为这也是你们自己选的。对于改变路线，李家是最高兴的，因为他家那些马匹就不用处理了，不用担心进不去林子而丢弃或者杀掉了，而且这马匹能成为最重要的代步工具。老太太定定地看了看沈星宇，若有什么事，先护住弟弟妹妹，我活够本了，你们还小，路还长。沈东宁在旁边听到急道：“怎么就到这份上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老太太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：“没什么事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沈星宇一看这架势，急忙打住几人的势头：“什么跟什么呀？咱们要走那个有土匪的路了，哪害怕出事？他就是不信我。奶，要不要给你表演个胸口碎大石，手劈石头也行？”老太太一看沈星宇又没正形，拍了沈星宇一下。临睡前，沈东篱把沈星宇扯了出去：“姐，土匪会来打劫我们吗？”这谁说的准？说不定土匪过得比咱好。看咱们这么多人，又过得不咋样，打了怕2败俱伤，就不来打劫了。要是过得还不如咱们，你怕什么？力气不如咱们大，肚子又吃不饱的土匪，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妥妥的穷苦老百姓占山为王的。走了那么远的路，沈星宇早就累了，回到帐篷里面倒头就睡。大姐，那里有干草。这种只用干草当牙膏的感觉真不好，尤其所谓的牙刷，就是野草连个柳树条都找不到。沈星宇有些忧伤地想，自己这穿越真的是惨了点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条路越走人越少，估摸着都去走官路去了。就这么快速赶路，2天每天都走7个时辰以上，终于到了那条原来的官路口。两旁是高耸入云的树木，重重叠叠的树叶遮天蔽日，而那条路经过10几年的时间，路中间已经有了各种杂草。村民望着路口久久不语。
天色已晚，只能驻扎一下，再行商议。沈星宇则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考虑那么多干什么？这路就在那里，只要能区分，说明脚下的路至少不是坑，无非就是像上一个林子那样行路浪费点时间，但是很安全，而且这种路况的土匪不是饿死就是自给自足了，根本不用担心了。荒废了10几年，这条路已经算不得林子边缘了。沈星宇没过多久就遇到了野鸡，野鸡比野兔好打，茂密的荆棘跟杂草让野鸡飞起来比在平地上慢了很多，所以很顺利的就打到了。沈星宇甚至在地上捡了5个小小的野鸡蛋，把东西扔进空间里面，继续往里面赶路。野兔倒是也有，不过借助着低矮的灌木跑得很快。沈星宇又不愿意堵兔子窝，郁闷的是怎么就没看见野猪？如果这次看见了，绝对一只都不放过。往里面走了能有1炷香的时间，沈星宇就发现了一条溪水，从远处高处的地方蜿蜒着流下水流不急，但是看得出来这条溪流已经形成很久了，周围的石头上有着厚厚的绿苔，活水人可以煮了喝，而且周边的动物也会多，它们也需要喝水，自己只要蹲守在这里，肯定能遇到。村民也是多多少少的都有收获，虽然到处都是干旱，可是有林子的地方水量应该是比别的地方多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正就让大家排好队伍，开始进老林子那条官路。进林子之前，村民都按照沈星宇教大家的，把裤腿给绑上了，有几个人绑得太紧，被沈星宇说了一顿，再三告诉大家，如果绑得太紧，那条腿就废了。最后又抹了沈一安给的防蚊虫的草药，才开始浩浩荡荡的出发了。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树枝，敲打着周边的草丛，防止有蛇。打草惊蛇还是有用的，一上午的功夫已经惊走了3条蛇，所以李正再三嘱咐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弄严实一点，不能露天睡觉了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如果不考虑粮食慢慢在减少，这条路至少目前比别的路安全一些。一直到了半下午的时候，李正才把老猎户叫到跟前，嘱咐他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。老壮点头答应了一下，就朝着旁边的林子里去了。大家也没有停下脚步，还是匀速的往前走着，直到1个时辰以后，老壮才从林子里钻出来。李正一听，已经找到了一块布满巨石的地方，很是高兴，驻扎地找到了。沈星宇挑起嘴角，这溪流应该是昨天自己见到的那条。天还没黑，从空地这里能够清清楚楚看到，太阳还没有落下。沈星宇算了算时间，现在动物应该是来溪边喝水休息的时间了。沈星宇想着可以单独行动，可是沈东林一看沈星宇那个苗头，把帐篷都扔下了，紧紧跟在沈星宇后面。没走几步远，又有一个人跟在后面。沈星宇一看，竟然是杨子玉。沈星宇脑子转了几圈，甩不掉，也就让他们跟着了。3人没有言语，快速朝着水流的上游赶去。还真的是，才走了能有2炷香的时间，就看见溪边有动物在喝水驻足。只见溪边大大小小的有10几只鹿在喝水，一只公鹿在机灵地看着周围。沈星宇指着一只大一点的鹿，那只最肥的是我的。